天還沒亮，14歲的女兒彩鳳就到村頭上去挑水。由於力氣小，彩鳳姑娘只是挑了2個半桶水，吃力地往家裡走。就在這時，突然冒出來一個黑影，用大手捂住了彩鳳的嘴和鼻子。只是一瞬間，彩鳳便不由自主放下了扁擔，目光呆滞，跟着這個男人快速出了村子，一路向縣城的方向走去。天漸漸的快亮了，彩鳳他爹殷剛強着急地問身邊的妻子：“玉翠，鳳去了這麼老半天了，咋還沒回來？”楊玉翠一咕嚕聲爬起來就穿衣服：“是啊，這孩子是個急性子，不可能挑個水這麼久啊，別是出啥事兒了吧？”呸呸呸！殷剛強一連呸了3口，尽說些不吉利的話。你快去迎一下彩鳳，不就得了？原來是殷刚強在生產隊上幹活扭了腰，又趕上妻子楊玉翠這幾天肚子疼，因此懂事的女兒彩鳳自告奮勇，大清早的去挑水，打算挑完水再去上学。杨玉翠一眼就看到了自己家的扁擔和水桶被扔在路邊，女兒彩鳳卻沒有了蹤影。找吧，喊破了嗓子也沒有找到，當然找不着了。此時的殷彩鳳小姑娘已經到了縣城火車站，正準備上火車呢。聞聲趕來的鄉親們把哭喊着的渾身癱軟的楊玉翠給扶回了家。丈夫殷剛強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，二大爺一拉殷刚强的手：“大侄子，听說最近出現了好多人贩子，我看你應該趕快報案，然後再四處找找。”於是從未出過遠門的殷剛強報案之後，根據懷疑坐車趕奔山西。別說，還真就發現了線索，基本確認了女兒彩鳳是被人拐賣到了山區，給人家當童養媳去了。可就在趕往那個村子的半路上，殷剛強抽了一支陌生人給的大生產牌的香煙，迷迷糊糊便被帶進了一個黑心煤窯，完全失去了自由。這邊在家留守的楊玉翠也是度日如年啊。女兒突然失蹤，丈夫一去無音信，一走就是好幾年，連封信都沒有寄回來。這是在上個世紀中葉，大國初建，百廢待興，農村更是落後。獨自守家的女人楊玉翠，由於長相清秀，早被幾個壞男人給盯上了。最大膽的當然得說是大隊長孫大春。孫大春趁着夜色翻牆而入，跳進楊玉翠的院子，敲門逼着楊玉翠開門。楊玉翠苦苦相求，讓孫大春回去。孫大春經常幹這種事情，膽子很大。玉翠，你男人3年都沒回來了，我看他8成是不能回來了，說不定已經在外面早有人了呢。你就聽我的，只要是讓我高了興，我可以安排你當個會計，以後就不用下地幹活了啊。楊玉翠仍然是一口拒絕。孫大春不耐煩了，他想要闖門而入，往後退了幾步，然後向前猛跑，要撞開楊玉翠的屋門。就在孙大春即將撞上木門的時候，旁邊跑過來一個高大的黑影，一腳蹬在了孫大春的屁股上。孫大春应声倒地，哎呦哎呦，杀豬的声音都出来了。定睛一看，孫大春認識，踹他的大漢是本村的老光棍鄭大官。這鄭大官是個愣頭青，混不吝，再加上孫大春自知理虧，雖然身為大隊長，他也是屁都沒敢放一個，灰溜溜跑回家去了。其實鄭大官也沒安什麼好心，他也是眼饞楊玉翠的姿色。把大隊長趕走之後，鄭大官以恩人自居，想要讓楊玉翠嫁給他。楊玉翠誰都不敢得罪，好言相勸，答應給鄭大官說媒。
幫他介紹個大姑娘當媳婦。鄭大官這才離去。過了一陣子，大隊長孫大春又跑到家裡來騷擾，再次被光棍鄭大官給趕跑了。這回鄭大官非要進屋不可。楊玉翠，你是不是拿我當傻子啊？說了給我介紹媳婦，怎麼這麼些天了，一點動靜都沒有？我就這麼着天天白給你當保鏢啊？不行，今天你必須讓我進屋。楊玉翠實在是沒有辦法，急中生智，只好繼續編瞎話。大官兄弟，不是我不給你說媳婦，是沒找到合適的呢。這樣吧，我明天就出發，到山西去一趟，那裡有我一個遠房外甥女，人很漂亮，我把她給你領回來當媳婦，行不行？就這樣，楊玉翠正好借着這個理由，開了一封介紹信，坐車去了山西。她哪有什麼遠房外甥女啊？楊玉翠就是去尋找丈夫和女兒的。結果在山西轉了將近1個月，身上的錢全花光了，一無所獲，最後只能是返回老家。當然了，在家就無法擺脫那光棍鄭大官和大隊長孫大春這些個壞人的糾纏。尤其是這光棍鄭大官，聽說怎麼着，楊玉翠到山西去了之後，那個外甥女已經嫁人了。胡扯！當我是傻子啊？你到底有沒有那麼個親戚，還得兩說着呢。我給你10天的時間，要是在10天之內，你不能給我說個媳婦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楊玉翠有什麼辦法呢？只能是含糊其辞，慢慢往後拖着。就这樣又周旋了半年，鄭大官實在是忍不了了。烏雲遮月的夜晚，鄭大官跳牆如履平地，撞門好似掀簾子，進屋就要做畜生。楊玉翠高喊救命，被鄭大官的大手捂住了口鼻。楊玉翠徹底絕望之際，忽聽啪的一聲，鄭大官咕咚就倒在一旁。原來是大隊長孫大春早就等着這個機會呢，他一擀面杖打暈了鄭大官。可沒想到鄭大官這體格是真棒，還沒等孫大春向楊玉翠邀功呢，他已經緩過神來了，一躍而起，雙手就掐住了孫大春的脖子，两個色棍便扭打到了一處。要說還是光棍鄭大官更狠，這家伙順手從楊玉翠的針線笸箩裡抄起一把剪刀，對着大隊長孫大春的肚子就捅。住手！突然一聲怒吼，把幾個人都給嚇了一大跳。鄭大官握着剪刀的手停在了半空。誰喊的呀？楊玉翠的丈夫，離家已經好幾年的村民殷剛強。殷刚強在黑煤窑被困了整整5年，吃的苦頭太多了，一言難盡。好不容易找準機會逃脫出魔窟，又費了一番周折，這才從一個偏僻的山村裡邊救出了女兒殷彩鳳。彩鳳已經19歲了，要是他爹再晚出現1天，恐怕他就真成了那個15歲山村娃娃的有夫妻之實的媳婦了。父女倆匆忙忙回到老家，正趕上半夜，殷剛強打開院門一看，屋裡燈還亮着呢，緊走幾步進了屋。殷剛強大吃一驚，光棍鄭大官正用剪刀要對大隊長孫大春行凶呢，因此他一聲斷喝，然後怒斥2個無恥之徒。轰走了2個壞蛋之後，女兒彩鳳也進了屋，一家3口道不盡的離別之情，哭了又哭，笑了又笑，悲中喜是喜中悲，一夜也沒有合眼。3年之後，女兒彩鳳嫁到了縣城，女婿是一位機關幹部。1年之後，殷彩鳳把爹娘接進城裡，幫忙看孩子去了。